一个舒适的办公室环境让人做事更有效率，便捷的交通位置更是让公司无往不利。Hello， 各位 Dreamers， 我是逐梦家 Mickey。该如何选择办公地点的问题，相信这是许多创业者都会初创或者在扩张的时候会遇到。究竟要租借办公室，还是要在家里远端工作呢？他们的优缺点各自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将一一解说，请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办公室有很多种类选择，第一种一定是没有钱，所以在家工作，或者是借亲人像叔叔阿姨的房子开始创业。但是在家里工作一定会很难专心，可能会有家人的干扰，或者环境太多舒服，让你战斗力锐减，甚至是宝贝宠物吵着要你带它出去玩之类的。所以如果有办法尽可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能够切断任何外在的讯息，如何制造可以专注以及深度工作的空间，我在之前远距离工作的影片有做分享，可以去看看。如果要正式一点，未来要跟银行建立关系，做借贷等等，住家能不能注册公司做商用，都是一个大问号，所以要看所在的区域。以我个人而言，我很不喜欢欠亲人人情，有时候可能在某些环节上讲不清楚，造成后续的延伸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一开始还没有太多的案源，在家工作的确是一个最保险、安全而且省钱的方法。但是如果家里工作干扰太多的话，下一个最好的地点就是咖啡厅或者其他公共场所，像是 7-Eleven。缺点就是不一定找得到理想的位置，而且因为大家通常用电脑工作，有时候也找不到插座等等问题。要跟客户线上会议时，环境的声音也会严重干扰到。但是如果你喜欢出去走走，探索城市中不同的咖啡厅，换换心情的话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能够跟家里工作切换工作模式混搭在一起。可是你如果想要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工作，也让别人非常容易找得到你的话，进驻 coworking space 共享空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人数较无限制，就算有一个人也 OK。依照需求选择浮动或者是固定式的座位，可以独自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工作，但是没有固定的位置，也可以租一个固定的位置或一个小房间。那这种模式只适合带电脑工作而不需要其他太多工作物件的人，基本上就是打开电脑坐下来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工作空间比较开放自由，很容易结交到相同理念的公司或者人才，甚至一起完成专案或者是一起创业，同时省去装潢、规划、格局等等费用以及心力。想想看，你用很少的钱就能够使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装潢后的优质空间，甚至有一个帮你接电话的柜台人员，整个就是一个字：爽啊！ Coworking Space 共享空间除了找到互补形态的伙伴之外，也可以寻找到导师做咨询，最后跨过创新想法的市场验证后注入资金。需要特别留意的是，公司地址是否能够登记注册在该空间。较大规模的连锁共享空间，例如 WeWork，跨县市也会有其他的驻点可供使用，方便你在跨城市以及跨国工作，所以这里是云端工作者的最爱。那至于办公室租借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，首先一定要考虑到地段的选择，需要考虑到主要客户的距离，若是花费太多时间往返客户位置，会影响营运后的时间成本。像当年我在洛杉矶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来回需要3个小时，一个礼拜就等于吃掉15个小时，整整2天工作时间都花费在移动身上，很划不来。更何况如果有很多同事员工的话，大家一起被消耗的时间是非常可观的。至于不同地区的案件预算大不相同，而且公司的所在地也会影响客户对你的期望值。例如同一个案子，但是在信义区的公司报价听起来应该跟桃园的不一样吧。至于临近交通问题、停车问题，也很可能造成员工上班或者是客户来访时的不便。除了大量的时间损耗之外，也可能失去客户。当然，升级到老板的面向，就需要考虑到公司整体未来性的发展性。例如，这个地点营运到底几年后就不敷使用了呢？需要再另外找地点，以及大部分未来业务所在的位置在附近吗？需要谨慎思考这个面向。确认地段后，要关
观察办公室的格局问题，如何规划和分配各部门的空间，才不会造成跨部门的程序浪费过多时间，而影响公司整体的向心力以及产值。资金方面所需要的考量点会是区域内的租金相对比较，以及每年它的涨幅状况会是多少，因为这影响到你在整个固定成本的管控。不同格局装潢成本当然也会大不相同。例如相对性的，如果新的办公室在大小60平或者是20平的装潢成本会完全不一样，以及要花多少费用在门面上面。搬运设备或装潢内部的时候，空转的人力成本、机会成本会很可观。记得有一年从27平搬到60平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没有采用轻装潢，反而重金花了1个月的时间进行装潢，结果案子都一直没有进来，因为我们没有带客户进来开会，一直消耗公司的存款。我们那个月其实真的提心吊胆的。有一个隐藏性的费用，就是货车搬运，它是一笔不容小觑的费用。随着你的公司持续营运扩大，当你要搬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会发现比原先估的要来得多货车搬运费用啊！从2个1.95吨的货车到7个3.5吨的货车，就会吃掉非常多的费用，很可怕。总而言之，建议需要预留至少半年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，预先设想公司的未来发展性，像是人数规模、营运政策这些可能会换办公室的因素。所以在决定办公室地点之前，一定要好好想清楚哦。最后，希望这一集影片能够不管让刚出社会的你、开小工作室的你，或者是开公司的你，都能够知道办公室地点各种选项以及评估点。这是一个关于创业以及接案的商业知识分享频道，希望在这里能够帮助让你一同学习成长、创业、赚钱、实现梦想。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你如何选择你的办公室呢？最后，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，帮我按个赞、订阅频道、分享影片给你认识即将要创业的朋友们哦，也请追踪我的 IG， 祝福各位 Dreamers 一切顺利。我是创业家 Mickey，See you on next one， Bye adios ciao。连锁共享空间，例如 Works We Work。Nope。较大规模的共享